哇，我们看一眼，哇，绝了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火人剧的美食空间。我们的宗旨是给你爱的人做一道爱吃的菜。那么今天我们这道菜深了啊！郑师先考你一个问题啊，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说的是哪儿？真爱。上回我们不是做过吗？忘了。哦，那个，新疆。好，这样，我们今天做的是姜蓉高白龟。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，赛里木湖啊，新疆赛里木湖。然后我们之前做普宁豆酱焗高白龟的时候，跟大家介绍过了，可以往前翻看一眼啊。那我们这要是食材，这就是高白龟啊，都已经宰杀好了。这个是真的，昨天刚刚从湖里捞整来，然后直接空运过来了，非常的新鲜。然后还有干葱、大葱、蒜、姜、香菜。 香葱，这个香葱的量稍微多一点啊，不要紧。食材就是这样，不知道大家吃过没吃过这个高白龟啊？如果要是没有吃过，你真的体会不到它的美味啊！它也被誉为冷水鱼的皇后，非常的好。这个高白龟呢，基本上跟带鱼的性质差不多啊，出水基本上20分钟、半小时就 死了，但是现在物流比较发达啊，我们在家随时也都可以吃到这么美味的高白龟了。我们今天就是分享做法，我们也不卖鱼啊。大家如果要是想尝到高白龟的美味，自己搜一下就可以了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加工食材。这个高白龟呢，其实据我所知啊，就是在一些黑珍珠米其林餐厅才可以吃到啊，但是我们现在自己在家做呢，就可以节约很多成本。这个高白龟呢，肉质呢比一般的鱼啊，比大多数的鱼呢都更加的嫩啊。其实清蒸也可以啊，清蒸是最方便的方法。如果要清蒸，我们之前说了，和大家分享清蒸鱼呢是7分钟是一个清蒸鱼的时间定式。那么就是如果大家要真的是清蒸高白龟的话，我觉得时间还要再少一点，蒸锅上气儿6分钟就可以了啊。烹饪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把这个鱼呢略微腌制一下啊。我们把尾去掉一点，然后我们从这个尾部下刀贴着鱼骨，把这个鱼肉给它起出来，非常的滑嫩啊。好，这一下就下来了，大家看一眼，哎。 好，到这个部位，头这儿一切就断了，这就是一条鱼。然后我们放在盘中，同样的步骤。哎，刀需要快一点啊，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贴着鱼骨啊。好，这个就全都下来了。OK， 从这儿再切一刀。取好的鱼骨就是这样啊，这个鱼骨呢可以和我们今天一样啊一起焗。其实这个鱼骨也可以单独做一个汤啊。切好了鱼肉，大家看一眼这个肉的状态吧，非常的嫩滑啊，这个真是看着就非常嫩，一定要小心翼翼。那我们把鱼骨也剁一下啊，鱼骨就给它斩成件就可以了。OK， 这样没有问题，我们给放在器皿里面。 这个头呢，然后我们就给它1开2，不用给它剁开啊，1开2就是这样，这种状态就可以了，放在一起。那我们要先来一点葱姜啊，就拿这个大葱就可以了，来1点，拍一下，好，然后我们再取一点姜啊。 都不用太多，用刀拍一下，好，就这种大力就可以了。然后，哎，我们同样一起放在器皿里边。这鱼我们要在这个鱼身上抹一点盐啊，好，抹一点盐，然后放在这里，一起给它腌制一下啊。抹盐是为了腌的吗？对，这个让它稍微的入一下味道。是不是有点少？ 不少，一会儿我们还有姜蓉料呢，那个姜蓉料很重要啊。然后我们腌制的时候，稍微的加一点点水，让它更加浸入一点啊。稍微的抓一下，动作一定要轻柔啊，因为这个鱼太嫩了。那我们现在先准备配料啊，干葱，我们要干葱粒啊。这个干葱很明显有点大了，我们可以把它1开3啊，哎，1开3。 像更大一点的1开4，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啊。放在这儿，基本上干葱就是这么大块儿。
好，基本上这么多干葱就够了，我们放在一边。然后姜，我们给它切小粒啊。这个步骤呢，其实跟我们上回普宁豆酱焗的料头是一样的。哎，切小粒。切成这样小粒，单独放下。然后我们还有蒜子，蒜也一样啊，蒜我们也是给它，像这个就是有点大了，我们给它1开2，基本上都是这么大的颗粒就可以了。这个一会儿我们在焗的时候，我们放在包底，除了为了增加风味呢，也是防止这个鱼糊锅呀。好，够了。既然是姜蓉鸡，那现在我们来加工这个姜啊，做一个姜蓉的这个料汁儿。我们就是把它切成姜末啊，这个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，大家就先切片，然后再切丝。这个姜蓉但是一定要细一点啊。我们这个姜蓉鸡呢，其实我有点借鉴于这个广式的那个贵妃鸡的那个蘸料，其实还并不能称之为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姜蓉。广东的那个有一个姜蓉鸡，我之前去顺德吃过，他们的那个姜蓉呢是炸出来的。但是那个姜呢，也不是我们就是这种姜啊，但是差不多，我们就是今天借鉴一下它的风味。我还真是琢磨了很多，就是这个高白龟的这个做法呢，就是怎么琢磨还是这种焗的方法好，一锅出。因为这个高白龟太嫩了，所以说感觉怎么做都不太合适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低温慢煮，但是低温慢煮呢，咱们一般在家里的条件又不允许，所以咱们找了一个折中的方式啊。好，姜蓉，感觉这一条鱼这些姜蓉就差不多够了啊。可能有朋友问了啊，这点姜蓉会不会少啊？这个确实有点少。我们今天这个并不是标准意义上的这个姜蓉焗啊，标准意义上的姜蓉焗呢要比这多得多。而且这个姜蓉呢，除了这种小粒，它还要弄成丝，它去炸呢。我们这个呢，就是还是为了还原这个高白龟的完整的风味，所以我们姜蓉少一点。除了姜，然后还有葱，葱呢我们也是同样给它切成葱花。这种大葱呢，我们先这么给它划几刀，这样顶刀切呢，直接就是葱花。好，再剁一下。这个葱花的部分呢，我们要用2种葱啊，一种是这种大葱，还有一种是我们准备好的香葱。葱姜要单放啊。这是大葱，然后我们现在再来一点香葱。香葱呢，我们取这个葱白和葱绿都要一点啊。这个就直接也是顶刀切葱花就可以了。好，这点基本够了。哎，我们把香葱和大葱葱花放在一起。好，我们下面还有一点香葱啊，我们就切成葱段。好。这个葱段呢，我们是最后要给它放入的。最后我们这儿还有点香菜啊，香菜也同样给它切成香菜段，跟葱段大小差不多啊。杆儿和叶我们全都要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我们的食材加工就基本上完成了。现在我们炒锅开火，我们现在做这个姜蓉的料汁儿。好，我们就把炒锅烧热，烧热我们倒入植物油啊。这个步骤油可以稍微多一点点，润一下锅，然后小火，火不要大，然后我们把姜蓉放进来，大概10秒左右就可以了啊。这个姜蓉出香味儿，然后我们把葱也倒进来，再煸大概20秒。好，我们再倒入一点点油，让它葱姜这个香味儿出来。好，基本上这种状态就可以捞出来了。关火，我们盛到一个小碗里面，把油也要全部捞出来啊！就是这种状态，我们这个真的是就是有点贵妃鸡的那个蘸料的那种做法。好，我们把锅里的油全部倒出来啊，然后我们调一下味道啊，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一会儿的料汁了。我们来加大概1/5勺的盐，来再加一点味精、糖，来一点点，再用一点蚝油，蚝油大概1/3勺，再加1平勺的蒸鱼豉油。好，可以。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充分的调和啊，这个香味出来了。甚至你觉得这个
怎么样？可以可以。可以，然后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啊。真是无敌鲜美啊！好，这个我们最主要的料汁儿搞定之后，我们现在开始最关键的了啊，焗鱼了。我们在焗鱼之前，我们刚才腌制的这个鱼时间也差不多了啊，然后我们来把它给斩成件，就直接切大块就可以了啊。一定要小心，这个鱼啊，真的是非常的嫩啊。好，这一块我们也把它切好。OK， 切好先放在砧板上，然后我们这边腌的这个骨，然后我们再给它抓一抓。这里边的葱姜都不用动了啊，一会儿我们直接放进砂锅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开始焗，来，砂煲开火。我们这个砂煲感觉今天这个有一点小。我们之前做这个普宁豆酱焗高白龟的时候，那个鱼呢还是小，因为那个时候冷啊。现在天气渐渐热了，赛湖里边的鱼也大了啊。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鱼比上次基本上大了1/3，我们试一试能不能焗得下。煲仔烧热，我们倒入植物油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先放入姜。好，我们要先煸一下姜啊。为什么要先放姜呢？设施知道吗？先提味呗。因为这个姜啊最不容易糊了啊，蒜也很容易糊的。然后我们干葱，然后我们把蒜也倒入，好让它香味出来。香味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先把鱼头跟鱼骨放入啊。是漂亮一点嘛，相对漂亮一点。然后我们现在再把鱼身放进来。确实这个锅有点小啊，还好，小点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只能放边上了。好，这个时候千万别忘了我们做的这个姜蓉汁啊，撒到上面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烹一点台湾米酒，没有用广东米酒也可以啊，来一点。有人问料酒行不行？料酒也可以啊。然后现在我们盖盖，焗它4分钟。好，4分钟到了啊，我们看一眼里面的成果是什么样啊？我去，不行，有点烫。来，我们电块布看一眼。哇，非常棒啊！就是这种感觉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撒一下我们刚才葱段，然后还有香菜，风味会更加不一样。然后我们继续，哎呦嚯，还真是烫！来，继续把盖盖上，然后再中火焗30秒，然后出锅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顺着锅边来再撒一点台湾米酒啊，广东米酒也可以。哇，这是烫着了，30秒啊，数着。好，这时30秒时间到了吗？到了，馋了啊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打开锅盖，再看一眼。哇，更加不一样了啊！关火，出锅。香啊！今天我们这个结尾就不端了啊，我们再看一眼。哇，我们今天这个所谓的啊，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姜蓉焗高白龟就做好了，成功。你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别忘了给你爱的人做起来吧。喜欢我们也别忘了给我们一键3连，点赞关注，这对我们非常重要。还有一点，我不卖鱼啊，不卖高白龟，想吃的话可以上网上自己搜啊。顺着几碗饭2碗起步。哇，绝了！一抿就化掉了，太棒了！赶紧盛饭。